7月5号的预言愈烈，台湾 No.1。当天灾人祸、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要做那个活最久的那个人。哦，这真的很聪明哎！你可以这样啊！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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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这个场景呢，是不是已经非常久违了？我印象中好像已经有差不多1年时间没有在这个地方和大家来拍影片了。为什么今天会来这边呢？就是因为在这1年间的时间里面，陈老师经常有事没事就稀稀疏疏的跑到这个房间里来。后来呢，我就发现他在这个房间里面盖了一个他的末日地堡。好了，讲地堡有点夸张啊，就是一个小仓库。因为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个这样子大的一个中岛台，然后中岛台下面呢，其实都是一些收纳柜。这个收纳柜呢，常年是没有人使用的，所以呢，陈老师呢就在这些柜子里面放了非常多他觉得当天灾人祸来临的时候需要去准备的一些紧急避难物资。最近不是那个7月5号的预言愈烈嘛，所以我突然就想到一件事情：当灾难无预警突然之间发生的时候，陈老师准备的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可能帮忙我们渡过难关呢？到底准备的程度是什么样呢？今天大家就一起来检查一下陈老师的紧急避难物资到底有什么吧。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和新的一些观众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家的格局的一些观众解释一下，我们家是住在一个地下1楼、地上5楼的这么一个房子里面。如果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呢，理论上我们家的避难路线应该是全家都会跑到这个地下室。这个房间就是位于我们家的地下室里面。那如果对我们家格局有一些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去看这一支影片，会有详细的介绍。OK， 那我们就有请陈老师把他所有的紧急避难物资全部拿出来吧。我的天哪，我们应该是贡献出了频道开播以来场景最乱的一集。刚刚陈老师还有问我一下，说你确定吗？你要把我准备的东西全部都摊出来吗？我心想说战备物资而已，能有多少呢？你就摊出来。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看，没想到摊出来有这么多，而且这还是只有放在这个房间里的其中一部分，还有另外2个储藏间里还有其他的，每天都在想什么东西。这些里面啊，有一些是我一眼看就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有一些我要想一想那个到底是什么。那我就从我认识的开始，大型的开始。不然我应该觉得我一整集都会被淹没在紧急避难物资的海洋里面。这个就水嘛，有1瓶小的，然后2瓶这个超大的不拿了啊。这个是怎么算？洗澡、喝汤全部都在里面吗？正常人每天大概3公升，所以是有标准答案的。其实是有标准答案，这边只是紧急用的。就像我们台风的时候，其实都会在上面浴缸啊、水盆啊里面准备很多的饮用水跟清洁水。到时候就是要省着喝的意思了。好，先拿下去。这个我认识，就我们家厨房就有。我没想到的是，我们家厨房有1个之外，楼下居然还有2个。这个呢是真空的米桶，这一个米桶里面可以放6公斤的米，或者干粮也可以放啦。只是说这个桶可以帮忙抽真空，这样的话米就不容易长虫，然后不容易潮湿，所以可以存的比较久。所以我们家除了楼上在吃的那一桶米之外，楼下常备的米是12公斤左右，真的可以吃蛮久了，感觉很安心，很棒很棒。那我们今天在说的这些全部，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带点团购？没有团购，今天就是一个纯分享。好，分享完了米之后呢，这一袋面看起来是我很爱吃的关庙面。你有没有买那个什么维力炸酱啊？有我真的很喜欢吃关庙面的口感比较 Q， 流口水。再加上维力炸酱，那不就是一包一包的那个维力炸酱面吗？我还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综合蔬菜干燥豆腐，里面的内容物有点不一样哦，有点不一样，有高丽菜、红萝卜、玉米、海带芽、菠菜，还有牛肉丁，还有这个什么香喷喷青葱，最好再加一个香菜。我是香菜组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香菜。疫情的时候有收到过那个补给包，按照那个时候的经验来讲，饼干、咖啡、泡面这一类其实都不缺，蛋类、菜类需要自己准备一下的。假如我们真的遇到一些天灾人祸，被关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不能出去长达1周的情况下，我觉得蔬菜跟肉类可能会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准备的很好。有些时候想吃一个麻辣豆腐，你把这豆腐泡开，当然是我是不知道它泡开还原度怎么样。怎么会想在天灾人祸的吃麻辣？有天灾人祸，我日子不过了吗？我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将就的人，所以我会想办法。大家可能看这一集想说，哈，食物怎么准备这么多？准备几个罐头，准备几包泡面不就好了吗？就过去了吗？说到这个，我就要来和大家分享。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和大家想的一样，天灾人祸准备一些速冻水饺跟罐头就可以度过去的。重点，他还是住在亚洲超大型的一个 Mega City 的高级社区里面，然后呢，就遇到了一个不能出社区的状况。当他待在家里到了第3天的时候，冰箱里
里的速冻水饺只剩2颗，没有办法再继续供给他接下来的生活的时候，他说他那个时候那个绝望真的非常的写实，饿死这2个字如此的写实，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准备1包泡面、1包冷冻水饺就好了。力之所及的话，按照自己的口感去准备可以调配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样子的干燥蔬菜，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喜欢吃水果，你就准备一些罐头的水果。然后包含一些罐头的肉，我刚刚有看到陈老师准备这个鲔鱼片，我是不吃鱼的，但是我们家小朋友还有陈老师还蛮爱吃的。猪肉酱、红烧牛肉，这个是给你自己买的吧？只有你喜欢吃这个，我们家没有人喜欢吃这个。土豆面筋，吃粥的时候很适合。你说家里已经米不够了，只能把它变成粥的时候，所以就要一些这样子的东西。OK， 好，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来。这个我喜欢 ，Slaggy 午餐肉，午餐肉可以变成非常多的变种，可以把它裹着鸡蛋煎一煎，或者裹着鸡蛋煎一煎，没有什么变种。好了 ，anyway， 它就是一个好吃又咸的一个垃圾食物，味道非常棒，也算是蛋白质的补充嘛。劣质蛋白质，不是不能这样讲，等一下这个牌子告我。好，我不知道，我刚刚是乱讲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劣质啊。这个黑八宝。这个是我爱吃的，那是给我准备的吧？我常常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就会说我想要吃黑八宝，然后陈老师就说哦，等一下，过一会儿就变出一罐。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出去买的，没想到他是在下面存了这么多的黑八宝。这个真的很好吃，而且热量非常的低。泡面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台湾之光，所有的外国人来台湾一定要买的东西啊。然后这个就是辛拉面，韩国之光，2个之光居家必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台湾的泡面比较容易泡一泡就变软，然后韩国的泡面你是需要煮一下，咬起来还是会相对比较 Q 一点。从面体的口感上来讲，我比较喜欢吃韩国的泡面一点。可是我觉得从肉量来讲，台湾泡面世界第一，这个大罐的，这个是油，还有盐。OK， 鸡汤，这个是绿豆，因为我们家很爱吃绿豆汤，然后只要加一点糖。那你没有糖啊？哦，对，我们家的糖有10公斤的糖，对，糖因为在我们家冷冻柜里面，所以就没有拿来放在这一边。这个是给我吃的，还是给陈贤吃的？兔子也可以吃，你也可以吃。这个是燕麦片，兔子也很爱吃，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那个兔粮里面。然后我自己呢，我的吃法就是烤一烤，把它变成麦片脆。我发现这个还蛮有意思的，蛋白粉。我刚刚在想说，如果我们被迫关在家里很长一段时间，蛋白质要怎么办？结果就刚好看到这一包，为什么是毛豆蛋白粉？之前有买过那种动物性蛋白，但味道怪怪的，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吃，我们全家人都不能吃。而且因为毛豆是全营养，它不是低脂的。哦，如果是天灾人祸被关在家里，不是为了减肥，不是为了健身，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帮我们补充完全的营养，比它是低脂的要更重要。可以，我觉得你真的思考的非常的全面。这3包就是面粉，这个我认识，因为面粉我平时有做一些吐司啊什么的，然后也可以拿来压面条，所以它在紧急的时候可以变成很多食物的样子，包含水饺皮之类的东西。这个是给我吃的吗？还是给你吃的？特别的时候，这种东西算是一种安慰剂。哦，对对对，如果真的非常的困难、非常的无聊、非常的难受，怎么还没有结束？吃点甜的，感觉好像会快乐一点点。那我可以理解啊，不然这样的东西在我们家是不太可能会出现的。巧克力饮料是巧克力，对，这是巧克力饮料。那你讲起这个安慰的东西，其实我也有准备1包啦。你有准备1包？我其实对我刚刚想要来突袭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把那1包拿下来，等一下让你来看。思考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很超前，敬请期待。我先把陈老师的看完，这个我知道，这个我认识。因为当天灾人祸来临的时候，不论你家里是用管线的天然气，还是用那种桶装的瓦斯，可能都会面临到这个瓦斯没有办法供给的状况。所以呢，当你想要吃火锅的时候呢，火锅不是重点是吗？为什么要笑？哪来的算一算的新鲜的蔬菜？就可以算我刚刚那个干燥的蔬菜啊，干燥的牛肉丁，好可怜啊！希望那天不要来。说完了人类的吃的之后，这个桌子已经非常干净了，干净了很多了。我在角落里就看到了，除了我们人类吃的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是我们家陈喜恩吃的这个草。哇，兔子吃草，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本来以为补给的频率应该跟狗狗差不多吧，结果我发现说，我养了陈喜恩之后，我买这些草、饲料、麦片、盐块，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发现养兔子真的蛮惊人的，需要的东西还蛮多的。所以这包草，我觉得按照它的食量，也就吃个1个礼拜吧。你果然是我们家的饲养员，不但管人，还要管动物。然后这一包也是陈喜恩的，它的饲料、
这一包是陈平安的，所以这3包呢，就是他们宠物会吃的东西，保证天灾人祸来的时候，兔子跟狗也不能饿死。好，非常的棒，这是一个值得赞扬的主人。好，接下来这一趴呢，我是知道的，因为陈老师前一阵子还请求支援，请求我一下支援来帮他贴一些那个标签贴，所以这几盒东西呢，我非常的清楚它们是什么。这是我们家的一些常备药，主要是一些止痛药，然后肠胃的一些药，消炎的一些药品。除了这些大人的药物之外呢，这一篮子里面就是一些小朋友的药水，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对不对？因为每次去诊所，医生都会开一堆新的这种瓶瓶罐罐的药，但其实也不一定会吃完，所以我们家其实还剩了不少这样子一罐一罐的药，我们就没有过期的，我们就把它放在这样子的小篮子里面。然后这一些这些是纱布、抗生素的药膏。OK 泵、生理食盐水、人工皮。我怎么记得我们还有一些擦伤、弄伤之后的那一些消毒的喷雾、药水什么在哪里？我放在那个登山包的下面那一个。我们其实没有在外面过夜过，但为什么陈老师登山包这么大呢？就是因为我没有背登山包，我所有的补给都在陈老师这个里面，所以他的包就必须要大。除了刚刚这些外商用的东西之外啊，我觉得很好用的是这个，他平时带在身边的，它按出来之后是那种慕斯。如果你有一些擦伤伤口或者刮伤或者割伤伤口，你就把那个慕斯挤上去之后呢，它就会帮你的伤口消毒。还有这一支是我朋友送给我的一个，也是消毒用的一个软膏，碘酒的棉花酒精。哇，你怎么有这么多消毒的东西？各种绷带啊，什么有的没的，一个急救包，好，很棒。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温度计。再来这一盒是这什么东西啊？抗那个雄性秃的药。如果说这个灾难超过了1个月、半年的话，那灾难结束了，头发没有了，所以我永远都会放1个月份在这里。好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对的啦。其实就跟有一些人他会使用一些长期的慢性病的药，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确实应该备一些，因为有可能特殊的时期来临的时候，可能诊所也不会开门。然后药局可能也不会开门，那可能你拿这些药会比较困难。这个你想得很周到，我也不希望看到你没有头发。小朋友的头盔，骑摩托车的朋友家也都有。那像我们家是没有骑摩托车的，我们是特别去买的。地震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戴的，粉尘很严重的时候需要戴一下口罩。有大人的，有小孩的，这个箱就比较硬汉的感觉了。手套可能很多人会想不到哈，如果有一些要搬重物或者有一些抓取或者什么的，地震的时候碎片很多啊。要扒开或者什么，想想看都好恐怖，希望那天不要来。锤子、美工刀、锯子，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工具。如果你们家有一些装潢的经验，我相信工具可能应该也会留下不少，就把它整理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呢，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了，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太阳能的灯，这个我们是挂在我们家花园里面的，我们家花园里面挂的都是这样子的灯。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太阳能的一个板子，白天把它放在外面之后呢，晚上天一黑之后它就会亮。虽然它不能亮很久，可是它还是可以亮一下子。所以如果停电的话，可以把它们都拔进来，白天放外面晒太阳，晚上拔进来，家里保证一个有光的一个状态。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太阳能的灯真的好像还蛮实用的。比起蜡烛，我刚刚看到陈老师有准备蜡烛，像我们家有小朋友这样子的家庭，有蜡烛好像不是很安全，因为万一不小心踢翻了或者怎么样的，本来是小小的灾难，搞得最后房子都被烧没了。所以我们家其实有小孩之后比较少点蜡烛。这个箱子里面呢还有一个这个大力胶，我相信大家有经历过台风的人，多少都会备一个大力胶。可是你们在买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因为我在买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胶带都是长这样子的，可是只有大力胶它的价格就特别的贵，会比别的胶带要贵很多，因为就大力胶的力量就会更大一些。我上一次听陈老师讲那个大力胶的事情呢，是他在包包里面也放了一个大力胶。他说如果我们去爬山遇到一些很特殊的状况的时候呢，就可以随手拿起一些什么帆布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就可以用大力胶做出一个帐篷。没有验证过，不是很确定。反正陈老师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他都在为有可能发生灾难在那里做准备。而且我跟你们说，这个事情真的是一脉单传。我常常会听陈老师跟他爸在泡茶的时候，他们俩就在那里讨论，如果突然之间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大地震，或者遇到什么轰炸，要怎么办？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在哪里会面？什么样的状态下你要来我们家？就讨论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陈老师这个部分，常常我看来就是有点神经病。可是仔细想一想呢，又觉得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好像他这样的人可以活得比较久一点。陈老师有一个目标，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他有个人生目标之一，就是当天灾人祸、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要做那个活最久的那个人。在他范围内啊，还是有人可能会比你活得更久一点。如果那个末日地堡搭得更大一点的话，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排上名次。我盯他盯得很久了，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大家上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是几年前？不对，是几十年前。这个是我最近买的啊，最近买的，长得这么复古啊！那他开的这个模应该已经开了几十年了吧？这是一个收音机，对不对？我把天线拉出来，就已经在我模糊的记忆里面、记忆的海洋里面找到了这个东西的答案了。这调频是调好的吗？对，104.9警察广播电台啦，就可以听一些最新的资讯。对，那车上也可以啊。你家有车的话，车通常有广播啊。对，像我们的车停在地下室，其实我们的车也听得到。可能有一些观众是地下2楼、3楼，还有地下6楼的，对，那可能就听不到啊。所以对，确定自己的车子受不受到讯号，再加上你也不可能24小时都坐在车上，等待有道理。资讯嘛。然后还有一大盒的各式各样的电池，然后还有一个手电筒。手电筒我也有，我的那个避难包里也有手电筒，我们俩重复了，而且我的手电筒，你这只会亮而已嘛。对不对？我的手电筒不一样，我的手电筒比你更高级。你什么时候买的？等一下你看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我就知道了，这个是我买的。但是我买了之后我就没有见过它。多年前我有一阵子非常的疯露营这件事情，然后呢，我疯露营的点就是我很喜欢买那些露营的用品，我买了非常多露营的用品，就在我们家对面那个储藏间里面，各种各样的各种牌子的，花了不少钱。之后呢，有一次我真的去露营了，然后露营搭帐篷那一刻我就已经想回家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露营过。好，这个灯呢就是当时那个时候买的一个露营灯，它是充电的吗？它是太阳能的吗？不是。其实从你买完到现在，充那一次之后都没有再充过，可以试试看它现在有没有电。所以它品质超好的意思。等一下我连怎么开我都不知道。自己买的东西还要陈老师帮忙才能打开，就是一个这里也可以亮，然后这里也可以亮的一个灯，然后它好像还可以当行动电源，对不对？反正就是一个很多功能。我当时对，它这个地方你还可以手机这样，你看开始充电了。我居然还买过一个这么棒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当我们紧急备用的一个灯，怎么关？这里有一个东西，我从开始录我就盯着它看，我现在心里想它是个什么？这是太阳能板吗？对啊。所以它是怎样？这样子会有电？在太阳下它就有电，然后它旁边有一些插座跟各式各样的。它这有一个这样子的像一个电源一样的东西，然后它现在在亮灯，这边接受光线，然后这边就会变成电。它可以储电吗？它不行储电就是一个能源转化器，就要自己准备行动电源，一整天把外面晒完之后，你就可以让行动充变成我们的电灯，或者给我们的手机充电。这真的很聪明哎。那这样这个大小不够了，应该再买更大一点。我们高雄又不下雨，这个东西我觉得太好用，应该就是摊开来像整个花园这么大的那种。然后在紧急时刻也可以卖电，出租行动充这样子。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钱，紧急的时刻要有现金，不能刷卡。对。那你讲到这个的话，我就想到，如果真的有发生天灾人祸的状况的话，我就要马上从我们家房间里面拿上我们全家人那个护照包，因为我们家的护照证件一直都是放在一个包里，我们出国也就是直接拉那个包就走了，所以那个包就可以直接跟这包现金放在一起。好，这个台子已经清空了，非常的干净的一个画面。接下来呢，请陈老师分享一下我的紧急避难物资有什么？我被卡到，这样可以吧？这就是我的战备物资包，你看吧，每一个都非常的经典。从你认识的开始拿，这个我认识，口哨，棒吧？是不是弥补了你没有想到的一个状况？没想到的，很重要哎。房子压塌了，不要出现这样的状况。但是，对，它很有用。地震的时候，之前我记得921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因为有口哨，所以他被救了。而且其实任何的危险的状况，这个都很方便。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在韩国，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个口哨，就不用在那边喊여기사람이있어요사라주세요这种，直接哔哔哔这样。怎么有那种电音派对的感觉？
每个人都去买。这个是什么？不是我们出国的时候洗漱包，主要是一些保养品。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话，我就可以直接从楼上直接抓这一包，因为我如果要整理我那些瓶瓶罐罐要很久。就这一包里面，因为都是 sample， 都是一些小样，不论是你出国会比较方便，还是考虑到天灾人祸，我觉得你就是常备一个。比如说平时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买保养品的时候，店员都会送一些小样嘛，小样不要平时用，小样就把它塞在这个包包里面，又轻又方便，又什么都有。这个东西太夸张了，美容仪。我精挑细选了一下，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天灾人祸，你肯定不能去诊所嘛，你不能去做皮肤的管理嘛，那你就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个最方便最简单，你不用动手，你就是照着，而且重点是它是充电的，所以只要拿出你这个充电板，白天你就给我摊开帮我充满电，晚上我就可以使用它。所以这个板子可能要再多买一个。再来，它这里面有红光。如果你手指被割到，或者不小心烫伤、擦伤、烧伤，你就只开那个红光就放那边，它会促进修复。红光修复伤口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我想了半天，这我要带，我真的必须要带。如果作为医疗用品，那我觉得可以接受。美容用品啊，你可以接受天灾人祸过去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然后就直接脸老10岁吗？那不行，对吧？那这两个是什么？哎，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保命符，一个是空气品质的一个测试仪，它可以测试所有的有机气体，雾霾什么它也可以测。打仗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毒气，你就哔哔哔。但是它如果到你的距离逼得到，那我们就完了。你可以这样啊，有总比没有好嘛。你可以先把这个丢出去，然后再把它弄进来，再看一看。这个是什么？辐射测试仪。如果到这种程度的话，我觉得准备再多东西应该都很难活。有些时候它可能没有到那种你一碰就会死，可是你长期接触你可能会不太行。那你有相关的知识知道？我有一些核辐射。有。我当时买来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我们公告中辐射对于人身体的影响，它是一个累进的，就你今天碰到1没关系，明天碰到1没关系，你碰到100就不行。所以我有给它设定，它那个初始设定里面它有写，就是1年如果你超过多少的话，它就会哔哔哔哔哔，然后单次超过多少的话，它也会哔哔哔哔哔。如果我们是处于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它就会哔哔哔哔哔。当然，如果它哔哔哔了，我们可能也没有地方逃，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但至少你知道嘛，你知道现在很危险嘛。你说知道自己最后是因为什么死掉的这样，很重要，这对我来讲很重要。这个太夸张了啦。这个很重要。如果真的遇到天灾人祸，你都可以吃那种高糖的食物了。你说那是安慰剂，我觉得这也是安慰剂啊，这是心灵安慰啊。你可以选一颗你喜欢的石头放在你的身边。我在 playlist 里面是有下载一些频率的音乐，我觉得它会让你的状态会更好。要冷静才可以去做出判断，才可以判断说现在要跑还是要留啊。还有吗？手电筒。这是最后一个，有3种颜色，还有紫外光。你看，这个是为了看水晶是真的假的，是不是？这我当时就是看一些那个攻略说避难包要准备手电筒，这是我唯一的手电筒，主要是为了当手电筒，刚好它有个紫外光。好了，对啊，这就是我准备的，因为其他东西都是你准备的啊。我其实理论上这些东西我都不用准备啦。我当时就想过，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些什么灾难或者怎样的话，我是属于2手一摊的状态，因为我知道我老公什么东西都会准备，所以我没打算准备太多。但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你有些东西需要我来准备，查漏补缺一下。好，你给我的避难包打几分？9.5跟10分，你选一下。9.5分。刚刚开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些东西可能是陈老师没有准备好的。我们家会常备像尿布，然后女生的卫生棉，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买这些东西。你突然来 MC 了，你要怎么办？备的这个卫生棉就很重要。像我们家 Lisa 还在用尿布，所以就会有那个尿布的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就要根据自己家里的状况去盘整一下。啊，对了。怎么又来了？会不建议大家买这样子像迷彩或是军绿色的包。如果在战争状态的时候对，有可能会被别人当成，不论是友军还是敌军，可能都会误会你是战斗人员。因为现在很流行嘛，大家比如说登山啊、徒步、户外都很喜欢买一些比较军风的，或是一些比较大地色系的。但其实它都是很多国家的军事人员的标准穿着。那在战争时刻的时候，最好尽量不要使用。大家都知道有那种背包套嘛，包个比如说粉红色的、橘色的、黄色的，就是比较。那走在路上，你这个人就很可疑啊。怎么说？你好好的一个包，你为什么外面要套一个粉红色的？你一定是间谍吧？直接买一个粉红色、橘色啊、黄色，那你就更可疑啦。你一个
高高壮壮的男生，你干嘛要用粉红色、黄色？你一定是间谍，棒！我背垃圾袋。你为什么每次要背垃圾袋走在路上啊？你真的太奇怪了，这样比刚刚那2个更奇怪，一定是间谍，棒！那所以大家这样，那就毁灭吧。毁灭吧。